美韩元首会晤当地时间周五在白宫举行。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相比，美方对韩国总统文在寅工作访问的接待可以用隆重来形容。文在寅和拜登待在一起的时间长得令韩国媒体感到惊喜。但谈这么长时间，实际上也显示美韩之间的敏感事项很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谈拢。就美国最关心的涉华议题而言，文在寅坚持了一些底线，也有所突破。韩国学者认为，文在寅政府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彻底倒向美国的可能性不大。当地时间周五，韩国总统文在寅到访白宫，美方安排他先和副总统哈里斯及一些白宫高级顾问会面，再到白宫东厅出席拜登给一名94岁的朝鲜战争美国老兵的授勋仪式。韩国媒体报道，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外国领导人受邀参加最高军事荣誉勋章授勋仪式。拜登在致辞中表示，邀请文在寅出席这一仪式，表示两国都追求同盟所追求的目标，还称与文在寅是老朋友之间的谈话。据悉，这名老兵叫做帕克特，他参加了1954年的云山战斗，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奇袭美国陆军第8骑兵团，美方伤亡近2000人。云山战斗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所遭受的毁灭性的失败之一。分析认为，美方想通过这一安排提醒文在寅，美韩同盟曾共同对抗过中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呢，确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原来的完全的以美国为中心、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转为一个依靠盟友，然后尊重盟友，然后借助和盟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合作，来增强自身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伙伴关系，我觉得很快的就修复了。美国和韩国的关系这次也非常的明显，看上去这个会面的这个气氛非常的融洽。仪式结束后，拜登和文在寅进行了1对1会谈，时长约37分钟，几乎是4月16号拜登和菅义伟会谈时长的2倍。而其后的部长级官员会谈及扩大层级会谈总时间更长达171分钟，将近3个小时，比美日会谈长了半个小时。韩国 KBS 电视台统计，文在寅一行在白宫待了5小时40分钟，会谈时间超时，从侧面证明美韩之间的敏感议题非常多，也意味着在很多问题上，美韩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拜登和文在寅的联合记者会上，两人都提到了台海。And to address issues critical to regional stability, such as maintain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在被记者问到拜登是否施压韩国，要求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时，文在寅表示将会与美方加强合作。Well, fortunately, there wasn't such pressure. But a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e agreed how important that region is.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we decided to work more closely on this matter going forward. 美韩还发表了领导人联合声明，也提到了台海和南海。声明称，美韩领导人承诺维护和平与稳定、合法的自由贸易，尊重国际法，包括在南海及其他海域的航行及飞越自由。拜登总统和文在寅总统强调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不过，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数名知情人士当时透露称，白宫不期待文在寅会和菅义伟一样明确提及关注台海安全，但美方仍在努力添加强硬对华措辞。熟悉白宫和金马台之间会谈的人士表示，文在寅不愿发表会引发中国方面强烈反应的言论。中方呢，对于这个美韩介入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内政事务，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这样的一些表态是坚决反对的。从我们理解来讲，特别是我们长期关注中韩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韩国方面非常理解台湾问题在这个中韩关系当中的这个重要性。那他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在这个美韩的联合声明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台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些压力的结果，当然呢也有这个韩国方面的一些政治力量的影响，
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事件。此前，韩国媒体报道称，文在寅可能同意参加四国机制在非军事层面的合作，但美韩联合声明仅表示承认包括四国机制在内的开放、透明和包容性的区域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观察指出，美方撮合美日韩三国同盟不成，因此近期加大力度促成韩国以某种形式加入四国机制。但萨德事件因箭在前，任何在军事方面配合美国而损害中国安全的行为，对韩国领导人来说都是政治自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四方机制是美国用传统的冷战思维，然后对中国实行一个包围和遏制这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呢，那韩国它并没有说拒绝这个事情，也没有说要接受这个事情，采取的一种是相对模糊当中日益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他强调这个机制应该是一个透明和包容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不能太那个做这种小圈子啊，来对抗，形成一种对抗性的一个机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韩国这个态度啊，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正浩指出，韩国维持与美国盟友关系的终极目的是维持韩国的国家安全。以往韩国政界认为半岛安全靠美国，但近些年来，韩国社会已经认识到，离开中国的配合，朝鲜半岛安全根本无从谈起。此外，韩国的经济非常依赖中国，商界也强烈希望韩国政府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韩国外交的底线。美韩领导人还表示愿意与朝鲜进行外交接触，同时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最终目标。拜登在记者会上说，双方讨论了对朝政策，两国愿意与朝鲜进行外交接触，并表示将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采取务实举措，缓和紧张局势。他表示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与朝鲜领导人会面。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之后发表的这份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您有什么观察呢？其实过去韩国在由美国发起的对华新冷战当中，一直是抱着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不像日本与澳大利亚那样跟在后面瞎起哄。然而这份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内容，却颠覆了我过去对于韩国抱持的路人甲的这么一种印象。首先，继4月26号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公然介入台湾问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之后，对台湾问题从来不介入，甚至是从来没有兴趣介入的韩国，这次也在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也就意味着，继日本与澳大利亚之后，拜登政府又成功地把韩国拖下了台海局势的浑水。那么还有就是，在对待印太战略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上面，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是这样说的：双方一致认为，包括四方集团在内的基于开放、透明、包容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至关重要，并商定携手推动韩国新南方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和谐对接。这样一个表述，虽然距离韩国加入印太战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让韩国新南方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和谐对接，显然为未来韩国加入印太战略迈出了第一步。因此从这份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面对美国提出的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要求和威胁，韩国显然是没有把持住自己。我认为这将会是美韩关系的一个实质性的改变，而韩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变，无疑又会对接下来的中韩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会对接下来半岛与东北亚局势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还重点提到了朝鲜半岛问题，拜登声称愿在适当条件下与金正恩会晤，那您对此怎么看？其实我想所有的韩国人都心知肚明，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这些跟韩国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问题相比，朝鲜问题，尤其是朝核问题，才是真正事关韩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甚至是事关韩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最需要取得进展的议题上，
文在寅却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交了一张白卷。在这份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中，虽然话讲得非常漂亮，包括美韩两国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共同议题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与永久和平，美韩将以对话与外交方式谋求跟朝鲜来接触，韩方对拜登政府的新版对朝政策表示欢迎等等。但是对于如何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怎么样来跟朝鲜对话与接触，拜登对朝新政策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份声明却通通都没有触及。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美韩端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大气的礼盒，但礼盒里面却是空无一物。除此之外，原本韩国方面希望为体现美国对朝韩关系的尊重与认可，2018年文在寅与金正恩共同发表的板门店宣言将会被写入到声明当中，然而事实上却是只字未提。原本韩国方面还希望拜登会在这次声明中承诺，接下来的朝美7核谈判将会以金正恩与特朗普签订的新加坡协议作为基础，然而事实上也是只字未提。不仅如此，这份联合声明中还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即拜登认为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目标，美国对实现该目标不抱任何的幻想。既然认为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就等于是明确告诉了文在寅，接下来拜登政府不会致力于推动半岛的无核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自己的时间。这无异于是给韩国方面兜头浇了一瓶冷水。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